他是皇家暗影里令人闻风丧胆的第一影卫，也是当今太子殿下捧在手心精心教养的小魔王，更是永昌侯府丢失了整整10年的嫡长女。原本以为这次认祖归宗会是亲人重逢的感人画面，会是父母兄长的嘘寒问暖，殊不知等待他的却是紧闭的大门和无尽的冷眼。只因侯府里早已又了一位乖巧懂事的养女贾千金，不仅霸占了属于他的宠爱和地位，更让全家人都对他这个真千金视若敝履。父亲嫌他粗鄙不堪，母亲怪他不懂规矩，兄长骂他野蛮无理，就连那个原本属于他的未婚夫也对他避之不及。所有人都以为他在外流浪10年定是卑微怯懦，只会摇尾乞怜，却不知他早已练就一身绝世武功，身后更有那位权倾天下的太子殿下撑腰。面对家人的偏心与刁难，他冷笑一声，既然你们有眼无珠，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且看满级大佬图心手村专治各种不服与偏心，打脸虐渣，从此开启他的开挂人生。马车缓缓驶过热闹喧嚣的朱雀桥，苏清浅坐在车内，神色平静的如同一潭死水。对于那个所谓的永昌侯府，他脑海中只有一片空白，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雾，看不清也摸不着。身旁的丫鬟连桥倒是兴奋的很，指着不远处的朱红大门叽叽喳喳的畅想着亲人重逢的喜悦画面。苏清浅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兴致缺缺。10年前的花灯节，5岁的他与兄长走散，被人贩子拐走，因长得浴血可爱，辗转多处未被出手，最终在一场冲突中被暗营卫首领所救。从此他成了暗营里最小的兵，也是太子殿下手中最锋利的刀。这10年来，他在暗营摸爬滚打，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较量，早已习惯了刀尖舔血的日子，也习惯了陪在殿下身边，被他骄纵着护着他。原本以为此生都会在殿下身边度过，不曾想殿下忽然告知他的身世，让他回府认祖归宗。殿下说最多3个月就接他回去，他便听了殿下的话，因为殿下的决定从来都是对的，只是今日离宫前未能见到殿下最后一面，让他心中多少有些遗憾。马车稳稳停在永昌侯府门前，车夫高声通报大小姐归府，声音撞在朱红大门上，在寂静的街道上回荡，显得格外清晰。然而片刻过去，那扇厚重的中门却纹丝不动，连个迎接的人影都没有，只有风卷起几片落叶，在石狮子旁打着旋，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凄凉与讽刺。连桥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一旁的孙嬷嬷也蹙起了眉头。身为东宫长侍嬷嬷，她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侯府这是在给姑娘下马威呢。连桥不信邪，跳下车去敲门，铜环撞击木门的声音沉闷而响亮。许久之后，大门才被拉开一条缝，一个门仆打着哈欠探出头来，满脸的不耐烦。听闻是失踪10年的大小姐回来了。那门仆竟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直言自家大小姐好好的在府里待着，嘲笑他们是哪里来的骗子，竟敢跑到侯府来招摇撞骗，甚至扬言要让人把他们抓起来送官。连桥气得浑身发抖，孙嬷嬷更是脸色阴沉。这侯府当真过分，难怪这些年即便有殿下暗中帮扶，依旧难挽没落之势。苏清浅静静地望着那扇紧闭的大门，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熟悉感，仿佛曾无数次进出过，如今却被拒之门外。他想起殿下的叮嘱，若有人敢欺辱他，无需忍气吞声，东宫太子永远是他的靠山。他微微侧手，眸底闪过一丝冷意，既然不开门，那就打进去。连桥得了，另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身形如狸猫般蹿起，脚尖在石狮子头上轻点，瞬间翻入高墙。墙内传来护院短促的惊呼声，紧接着便是重物落地的闷响。不过片刻，朱红大门缓缓敞开，连桥站在门内，笑得灿烂无比，而他身后几个护院面色煞白，手中的棍子抖得像风中芦苇。那个嚣张的门仆更是捂着断了的肋骨，疼得龇牙咧嘴。管家闻讯赶来，见状大怒，指责他们擅闯侯府，打伤家奴。孙嬷嬷冷笑一声，直接亮明身份。管家看着苏清浅手中那块特制的雕花羊脂玉佩，心中惊疑不定。正为难之际，一个身穿宝蓝色锦袍的小少年冲了出来，那是侯府的小公子苏子恒，也是苏清浅的亲弟弟。可他看着苏清浅的眼神里没有半分亲情，只有满满的敌意与嫌弃。他双手叉腰，指着苏清浅大骂野丫头，扬言要把他打出去。在他心里，只有那个叫苏莹儿的才是他的姐姐，眼前这个寒酸的野丫头根本不配。苏清浅看着这个被宠坏了的弟弟，眉头微皱，母亲竟将他教导得如此跋扈无礼，既然母亲没教好，那便由他这个做姐姐的来教。苏子恒见护院不敢动手，气得亲自冲上来，扬起小拳头就要打人，却被苏清浅一把扣住手腕。那只手纤细白皙，力道却大得惊人。苏子恒痛得哇哇大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威胁说要让他娘扒了苏清浅的皮。苏清浅神色淡漠，手指微微用力，苏子恒的手腕便传来钻心的疼痛，仿佛骨头都要被捏碎一般。他冷冷地告诉他，下次再无礼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就在这时，内院传来妇人的喊声，永昌侯夫人匆匆赶来，看到宝贝儿子被欺负，顿时怒不可遏。他一把搂过苏子恒，心疼地查看伤势，转头看向苏清浅时，眼中的嫌恶毫不掩饰。即便看到了那块代表身份的玉佩，确认了眼前之人就是他，丢失10年的女儿，他心中的怒火依旧无法平息。在他看来，这个在外面漂泊10年的丫头就是粗鲁野蛮不懂事，刚回来就搅得家宅不宁，必须给他立好规矩。侯夫人扬起手，那涂着扣丹的指甲尖锐如爪，狠狠朝苏清浅的脸打来。苏清浅眼神一凛，稳稳抓住侯夫人的手腕，声音压得极低，却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凉意。他告诉母亲，他学到的规矩是人若犯我生不如死。他告诉母亲，他学到的规矩是人若犯我生不如死。侯夫人看着眼前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女儿，心头猛地一跳，竟生出一丝莫名的恐惧。她踉跄着后退
退几步，脸色惨白。一旁的苏子恒还在叫嚣着要把野丫头轰出去，侯夫人却不敢再轻举妄动。孙嬷嬷事实上前亮出官府盖印的身份文书，确凿的证据摆在眼前，侯夫人再无法抵赖。当她得知孙嬷嬷竟是东宫长室嬷嬷时，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脸上的疑虑与矜持瞬间冰雪消融，取而代之的是近乎谄媚的热络。她试图用甜言蜜语拉近关系，然而孙嬷嬷却并不买账，只是冷淡地表示她如今只为替姑娘证明身份，那些虚礼就免了。孙嬷嬷对苏清浅的恭敬与维护让侯夫人感到一阵难堪，她看着这个曾经需要仰视的东宫女官，此刻却像个保护者一样站在那个野丫头身边，心中五味杂陈，既有被落了面子的羞恼，又有一丝隐隐的忌惮。原来这个女儿并非她想象中那般可以随意拿捏。就在气氛尴尬之际，一个丫鬟哭着跑来禀报说：“大小姐，苏莹儿要寻短见。”侯夫人一听顿时慌了神，也顾不得苏清浅提起裙摆就往齐云院跑。苏莹儿是她在苏清浅失踪后收养的女儿，这些年来一直承欢膝下，乖巧懂事，是她的心头肉。如今听说心肝宝贝要寻死，她觉得天都要塌了。临走前她还没忘狠狠瞪了苏清浅一眼，把这一切都怪罪在苏清浅头上，觉得是她逼得苏莹儿走投无路。苏清浅站在原地看着这出闹剧，心中只觉得好笑。她还没见过那个养女，怎么就成了逼死人的罪魁祸首了？不过既然有人要演戏，她也不介意去捧个场，顺便看看这侯府的水到底有多深。齐云院内，苏莹儿正站在绣凳上，手里攥着白绫，哭的梨花带雨，嘴里喊着不该占着侯府千金的位置，要以死谢罪。一众丫鬟婆子围在旁边急得团团转，苏子恒也在一旁哭喊着：“姐姐别做傻事。”侯夫人冲进去抱着苏莹儿的腿，哭得撕心裂肺，母女俩抱头痛哭，好一幅母慈子孝的感人画面。苏清浅冷眼旁观，只觉得这一家子戏真多。苏莹儿一边哭一边偷眼打量苏清浅，见她无动于衷，心中暗恨，于是心一横，就要把脖子往白绫里套。就在这时，一道银光闪过，那白绫竟应声而断，苏莹儿身体失去支撑，直直摔了下来。侯夫人连忙接住她，又是一阵心肝肉的乱叫，转头对着苏清浅就是一顿怒斥，怪她差点害死苏莹儿。苏清浅也不恼，只是淡淡的说：“既然不想死，那就别演了。”苏莹儿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哭诉着苏清浅不让她死是在折磨她。苏清浅点了点头，表示：“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只见她手指轻弹，一根银丝飞出，将断裂的白绫重新接好，顺便缠上了苏莹儿的脖子，直接将她往房梁上拉。这一下所有人都傻眼了，苏莹儿被勒得喘不过气来，拼命挣扎求救。侯夫人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求苏清浅放过苏莹儿，就连一向跋扈的苏子恒也吓得连连求饶。苏清浅再三确认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想死了，这才慢悠悠地收回银丝。苏莹儿瘫软在床上，大口喘着粗气，看着苏清浅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经过这一番折腾，侯夫人也不敢再轻易招惹苏清浅，只能让人先带她去休息。原本给苏清浅安排的是偏远破败的西园，那里杂草丛生，连下人都不住。连乔气得要打人，管家也是一脸尴尬。苏清浅二话不说，直接一道银丝击碎了西园的匾额，转身就走。他可不是什么逆来顺受的小白兔，既然侯府不给安排好住处，那他就自己挑。他看中了府中最好的文昭院，那是老侯爷亲自督工建造的，原本是用来招待贵客的。侯夫人自然不肯说那是给苏莹儿留着的。苏清浅只问了一句：“这10年来我受的苦，难道还抵不上一个院子吗？”侯夫人语塞，最终只能妥协。苏弘义回来时听到的便是苏清浅在府里作威作福的消息，他怒气冲冲地赶到文昭院，想要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却不曾想还没近身就被苏清浅用银丝捆成了粽子。他引以为傲的武功在苏清浅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苏清浅冷冷地看着他，告诉他：“我在外面九死一生的时候，你在侯府锦衣玉食，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苏弘义被对得哑口无言，心中的怒火化为了羞愤。晚膳时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诡异。苏莹儿不停地给父母兄长夹菜，表现得贤良淑德，反观苏清浅却对满桌的饭菜挑3拣4，直言这个太老，那个太甜，简直难以下咽。侯爷大怒，斥责他不知好歹。苏清浅也不辩解，直接放下筷子走人，临走前还扔下一句：“饭菜太难吃，我去喂猫了。”气得侯爷差点掀了桌子。夜里，苏清浅收到太子的回信，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还是殿下好，知道他吃不惯府里的饭菜，特意让雪球送来了香酥乳鸽。他坐在屋顶上，一边啃着乳鸽，一边看着皇宫的方向，心里盘算着这侯府的日子虽然无趣，但也正好借此机会好好整顿一下这些不知所谓的家人。翌日清晨，苏莹儿派人送来一套衣裙，说是特意为姐姐挑选的，连瞧一眼就看出这衣服有问题。苏清浅闻了闻，便知上面进了让人瘙痒难耐的药粉。他冷笑一声，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好意思在他面前卖弄。早膳时，苏清浅穿着自己带回来的红衣，光彩照人。苏莹儿见他没穿那套衣服，故作委屈地询问缘由。苏清浅直接当众揭穿了衣服上有毒的事实。侯夫人不信还要维护苏莹儿，结果容嬷嬷碰了那衣服，当场痒得满地打滚。事实胜于雄辩，苏莹儿百口莫辩，只能推个丫鬟出来顶罪。侯夫人为了侯府的颜面，也只能草草结案，却对苏清浅更加不喜。随后苏清浅提出要自己去买丫鬟，侯夫人本想拒绝，但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同意。苏莹儿为了表现姐妹情，深硬要跟着一起去。到了人是苏莹儿
儿装模作样的挑了2个老实巴交的丫鬟，苏清浅却在孙嬷嬷的指点下选了几个眼神清明的人。正准备离开时，遇到尚书府的二公子正在欺负一个小乞丐，苏颖儿想要借刀杀人，怂恿苏清浅去救人。苏清浅看穿了他的心思，本不想多管闲事，但那小乞丐眼神倔强，让他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出手就下了小乞丐，还顺便教训了那个嚣张的尚书府公子。苏颖儿见状，心中暗喜，觉得苏清浅这次闯了大祸，得罪了尚书府，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回到府中，侯夫人得知此事，果然大发雷霆，指责苏清浅给侯府惹祸，要他去尚书府赔罪，还要把小乞丐赶出去。苏清浅却淡定地表示，人是我救的祸，是我闯的，我自己会解决，不需要侯府操心。侯夫人气得浑身发抖，扬言要不认这个女儿。苏清浅却根本不在乎，吃饱喝足后带着孙嬷嬷扬长而去，气得侯夫人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众人乱作一团之际，府医火急火燎地赶到，又是诊脉又是掐人中，好一番折腾后，侯夫人才慢慢睁开了眼。母亲，您可算是醒过来了。苏颖儿急忙上前搀扶，语调柔婉，还带着几分哭腔。母亲，您千万别跟姐姐置气，要是气坏了身体，女儿心里实在难受。您要是真有个好歹，让女儿以后依靠谁去？姐姐不过是一时想差了，回头女儿再去好好劝劝。等她脑筋转过弯来，自然就懂您的良苦用心了。过几天就是长公主举办的赏花宴了，不如在此之前，我先领着姐姐去别的小宴会上转转，让她认认京城的贵人们，也学学规矩，省得到时候在赏花宴上失了礼数，让人看笑话。刚好这2天我要去女学的秋日雅集，干脆带上姐姐同去，也就当带她开开眼界，熟悉熟悉。母亲觉得怎么样？看着苏颖儿眼底泪光闪烁，满是对自己的心疼和敬爱，心思又这般缜密周全。回过神来的侯夫人想起刚才那一出，不由得伸手按了按眉心。那个亲生的讨债鬼真是专门来克他的冤家，要是光苏清浅一个人回来，倒还容易摆布，偏生那个孙嬷嬷居然不回宫里复命，非要赖在他身边长久伺候着。那苏清浅到底有什么本事，竟能让东宫的长侍嬷嬷连宫里的荣华都不顾，甘愿留下来伺候他？侯夫人只要一琢磨往后的日子，就觉得头更疼了，胸口也闷得慌。幸亏身边还有个自己一手带大、乖巧懂事的女儿，温言软语的宽慰，侯夫人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些。她满眼疼爱地拉着苏颖儿的手，点头应道：“还是你这孩子思虑周全，就照你的意思去办。要是苏清浅能有你一办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苏颖儿笑得温婉动人：“母亲尽管宽心，姐姐那里我会多加照应的，只盼着她别嫌我多管闲事才好。”借她的胆子，侯夫人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有你这么好的妹妹帮扶着她，要是还不知足，那就是真的不识抬举。有母亲这样好的榜样，姐姐肯定也能学成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的。苏颖儿陪着笑脸，忙指着桌上的菜肴说道：“母亲，这是我特意吩咐厨房做的您爱吃的几样菜，您快动筷子尝尝。”侯夫人见苏颖儿如此贴心细致，忍不住又感叹了一句：“要是那个孽障能挤你半分，我也就烧高香了。”只可惜苏清浅那言谈举止实在是粗俗的没法看，看来往后还得给她立立规矩，让她明白既然回了侯府，就得守着侯府的体统，不吃点苦头是不行了。这个失散多年找回来的女儿，真是比10年前更让她觉得碍眼厌烦。回清辉院的路上，孙嬷嬷低声叮嘱苏清浅：“侯夫人今儿个是摆明了要给姑娘难堪，往后咱们更得加倍小心。”苏清浅递给孙嬷嬷一个安抚的眼神，淡淡应道：“我知道。”孙嬷嬷打量着苏清浅，见她神色如常，没受什么影响，便接着说道：“老奴当时怕那边耍什么花招，特意过去瞅了一眼，没成想闹的动静还挺大。您午饭吃好了吗？”“我倒是吃饱了。”苏清浅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别人的闲事，不过母亲怕是气都气饱了，因为我把顾长风带了回来，又得罪了尚书府那位二公子，他正在气头上，再听说您要留在我身边常住，估计更是咽不下饭了。他们走的时候，分明听见苏颖儿和苏子恒在那大喊侯夫人晕过去了，不过他只当没听见罢了，不过是晕一下而已，又死不了人。孙嬷嬷想起刚才侯夫人的做派，冷笑一声，眼里冒出怒火。尚书府那个二公子算个什么玩意儿，也配让姑娘因为他受这份委屈？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纨绔子弟。苏清浅推开内室的朱红房门，一阵清冷的檀香味迎面扑来。我顺手帮尚书府的大公子管教他，也省得他以后闯出弥天大祸来。那个二公子自己惹祸倒不要紧，要是连累了他兄长，那就不大好了。孙嬷嬷跟着进了屋子，端起桌上温着的御前龙井递了过去，转而说道：“对了，姑娘，老奴今儿去后院耳房转悠，竟发现那里藏着个极隐蔽的小厨房。”孙嬷嬷语气里透着轻快，那灶台是用青条石砌成的，擦亮了还泛着光呢，边上的米柜也是上好的梨花木打的，想必是当年老侯爷特地为了哪位贵人准备的。苏清浅端茶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细碎的光亮，竟然还有这种地方？那可不。孙嬷嬷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堆在了一起，老奴已经叫人把灶堂通了，烟囱也扫干净了，明儿再去添置些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就能生火做饭了。以后要是大厨房那边存心给咱们使绊子，咱们自己做着吃也方便。苏清浅听了这话，放下茶杯，起身踱步到了窗前。窗外那棵丹桂树开得正盛，远远看去，就像是铺了一层淡淡的朱红色胭脂。他想起今天这2顿饭，总是被侯夫人和那个苏颖儿搅和的没法安生吃下去。本想聊个小厨房，却被百般阻挠。谁成想，这偏僻院落里竟还暗藏乾坤。苏清浅不由得勾唇一笑，
嬷嬷思虑的极是，便依您说的去办。那姑娘您先歇着养养神，老奴去外头转转。孙嬷嬷眉梢眼角都透着喜气，转身便要去张罗小厨房的那些琐碎事宜。随着房门合上，内室顷刻间静谧无声。可苏清浅却并没有半分想要虚度光阴去歇息的念头，毕竟曾是刀尖舔血的隐卫，哪怕只是须臾的松懈，都极有可能引来灭顶之灾。眼下虽说已经身在侯府安顿下来，但这早已渗入骨血的警惕习惯，却是一时半会儿改不掉的。苏清浅微微扬起嗓音唤了一声：“连桥。”连桥闻声赶忙挑帘走了进来。姑娘有什么吩咐？去把那个我从宫中带出来的紫檀木锦盒拿过来。苏清浅缓步走到外间的八仙桌前，抬手将摆着的笔墨纸砚逐一挪至旁处，清理出一块干净桌面，再去打一盆温水来，顺道把那套银制的药就也一并取来。连桥不敢有丝毫怠慢，脚下生风便去取物件了。没过多久，他便捧着一只雕工繁复精巧的紫檀锦盒折返，身后跟着的小丫鬟手里则端着清水和那套银臼。苏清浅轻轻开启锦盒，只见里头铺垫着柔软的明黄云锦，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式稀世药材，有那通体晶莹洁白的天山雪莲，也有透着琥珀色泽的千年老参，更有好些在寻常药铺里连见都没见过的绝品草药。这些宝贝全是为了应对太子殿下那经年累月的旧疾和体内刁钻古怪的奇毒，他费尽心思四处搜罗，或是亲手一点点炮制出来的。姑娘，这些药材看着就价值连城，您这是打算亲自动手制药？连桥盯着盒里的宝贝，眼里满是惊愕，忍不住压低声音问道。他被指派来伺候姑娘之前，私底下自然也是做过一番打探的。大家都知晓的姑娘是侯府走失了10年的嫡出小姐，是太子殿下身边的贴身隐卫，更是在暗营比武中从未尝过败绩的练武奇才，却怎么也没想到姑娘竟然还深谙岐黄之术，懂得亲手调配药理。苏清浅并未多言，只是仔细净了手，从锦盒里拈出一株雪灵芝，手中银刀轻轻掠过断面，瞬间沁出点点莹润洁白的汁液，那动作既熟练又专注。连桥见状赶紧上前打下手，依照苏清浅的指示将各类药材分门别类的摆放整齐。苏清浅先是将那雪灵芝与人参一同投入银臼之中，随后手持银杵落下，耐心的细细研磨起来。他的手腕极稳，无论是研磨粉碎、调和药性还是加密炼制，每一个步骤都拿捏得精准无误，透着一股近乎严苛的谨慎。这些年来，他时刻守护在殿下身侧，只要稍有空闲便一头扎进医毒之术里钻研，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翻烂了多少古籍孤本，针对殿下的病症反复尝试，这才终于炼制出了这位疗效显著的药丸。只是殿下体内淤积的慢性毒素，必须时刻以药物压制，才能像抽丝剥茧一般慢慢清除干净。离宫之前，他虽已制备了许多，可心里总归是不踏实，唯恐不够用度。如今恰好得了空闲，索性便多炼制一些送去备着。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棂筛落进来，洒在他专注的侧颜上，竟让他那张清冷秀丽的面庞平添了几分温柔缱绻。淡淡的药草香气混合着阳光的暖意，在静谧的屋内缓缓弥漫开来。苏清浅这一忙便从午后一直忙活到了暮色4合10分，期间连桥好几次想劝他歇息片刻，可见他神情那般投入，眉宇间更凝着一抹化不开的忧虑与执着，终是默默退到一旁，只悄悄替他续上热茶。姑娘，时候不早，该掌灯了。孙嬷嬷手里端着一盏琉璃灯走了进来，瞧见满桌的药材和成品药丸，她不由得眉头紧锁。您出宫前明明已经备下了不少，何苦急在这一时半刻？从晌午到现在都没歇过脚，您的身子骨怎么受得住？苏清浅缓缓抬起头，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这才惊觉窗外天色已然没沉，只剩天边一抹残霞将散未散，不妨事还差最后一点收尾就好了。他拿起手边的蜂蜜，小心翼翼地倾入药粉之中，指尖轻柔搅动，将药粉揉搓成均匀圆润的团状。殿下喝药最是怕苦，他多加些蜂蜜进去，他入口时也能好受一些。待将最后几粒褐色的药丸装进一只雨过天青色的瓷瓶，又用软木塞细细封好口。忽听得窗外传来一声极其轻软的猫叫，喵呜！晕黄的灯影层层叠叠铺满了屋子，只见窗棂之上不知何时蹲着一只通体乌黑如缎的小猫，那双碧绿的眼瞳在夜色里宛若最上乘的翡翠，澄澈剔透，此刻正优雅地舔舐着前爪。这正是昨夜替他送来烤乳鸽，又帮他传信给太子殿下的那只黑猫。雪球，苏清浅轻声唤了一句，小黑猫立时凑过来蹭了蹭他的指尖，毛茸茸的尾巴更是缠上了他的手腕，显得格外亲昵黏人。苏清浅顺势将黑猫抱入怀中，一眼便瞧见了他脖颈间挂着的锦囊。解下锦囊打开一瞧，里面竟是一包他素日里最爱吃的蜂蜜松子糖，在那松子糖的底下还压着一张折叠的方方正正的素笺。苏清浅展开信笺，映入眼帘的是太子那独有的比例遒劲的字迹，纸上仅写了3个字：来福楼。他轻声呢喃着这3个字，眼底满是不解与疑惑。来福楼可是这京城里数1数2的金字招牌，天天都是客满为患，热闹非凡。就算是那些个有头有脸的权贵人物，想求个清静雅间，不提前个3、5天去预定，那是想都别想。殿下冷不丁让雪球递来这没头末尾的3个字，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琢磨不透也罢，反正殿下行事向来有他的深意，
照做就是了。苏清浅伸出先指拈起一颗晶莹的蜂蜜松子糖送进嘴里，那股子甜糯伴着松人的醇香在舌尖化开，正好压下刚才吃药时残留在唇齿间的苦涩。吩咐连桥拿些小鱼干去喂雪球，苏清浅自己则将那装满心血的药瓶慎重地塞进锦囊，随后铺开一张花笺，提笔饱蘸浓墨。他先是工整写道：新药已成，望殿下按时服之，愿无主万福金安，切记保重龙体，万万珍重。笔锋微微一顿，他嘴角轻勾，又补了几行小字：今日外出置办仆从，偶遇尚书府李二公子挑衅，已顺手代为管教，改日定找李大公子讨要管教费，还请殿下作为见证。落笔收拾，他将信笺细细卷好，连同药瓶一道塞入锦囊，重新稳稳地系回了黑猫的脖颈上。去吧，路上小心。苏清浅轻柔地拍了拍小黑猫的脑袋，黑猫极通人性地蹭了蹭他的手腕，那双碧绿眸子灵气逼人，随即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色闪电般跃入夜色，瞬间没了踪影，仿佛从未来过一般。苏清浅刚想再尝一颗松子糖解馋，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杂乱又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小丫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来禀报：姑娘，侯爷和世子爷回府了，传话让您立刻去前厅用膳。稍微喘了口气，那丫鬟又特意补了一句，还特意嘱咐了，只许姑娘您一个人去。苏清浅抬头瞧了瞧外头的天色，心里暗道，确实是到了晚饭的时辰，听闻特意强调要姑娘独身前往，孙嬷嬷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老奴陪着姑娘一道去，也好有个照应。他是真怕侯爷这一回来，一家子人合起伙来欺负自家这孤苦无依的姑娘。苏清浅却是回给他一个宽慰的浅笑，嬷嬷只管安心歇着，这点小场面还用不着您老人家出马。若是有人想跟他讲道理，他自有法子说服；若是讲不通道理，那就动手打服便是。前脚刚迈进正厅的门槛，一股子令人窒息的沉闷低气压便迎面扑来。侯爷苏弘义端坐在主位之上，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手里的白瓷茶盏被捏得咯咯作响，仿佛下一刻就要碎裂。世子苏子墨紧锁着眉头，投向苏清浅的目光里情绪复杂，既有失望，也有毫不掩饰的责备。侯夫人见他进来，眼神往他身后瞟了几眼，确信没人跟着，这才装模作样的拿起帕子按了按那干爽并无泪痕的眼角。苏颖儿则是低眉顺眼的坐在一旁，纤细的手指死命绞着衣带，活脱脱一副受了天大委屈却还要强颜欢笑的可怜样。父亲、母亲、兄长。苏清浅依着规矩淡淡行了一礼，声音清冷如泉：混账东西，你知不知错？苏弘义死死盯着进门的苏清浅，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给我跪下！苏清浅无辜地眨了眨眼，只觉得这对侯府夫妇真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些，堂堂太子殿下都不曾让他行此大礼，这侯府两口子倒好，一天之内就要让他跪2回。苏清浅像中午对待侯夫人那般，直接将这话当成了耳旁风，径直走到最近的椅子上坐下，语气波澜不惊：女儿愚钝，不知错在何处，还请父亲把话说明白，谁许你坐下的？侯夫人见孙嬷嬷没跟来撑腰，顿时气焰高涨，将午膳时积攒的怒火一股脑发泄出来。父母让你跪你不跪，还要顶嘴，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今儿个不仅把个来路不明的小乞丐领进家门，弄脏了侯府的地界，居然还敢动手打伤尚书府的2公子。刚才都已经传出消息，说尚书府要派人来讨说法，你让我们侯府的脸面往哪儿搁？一想到若是李尚书因此怪罪下来，连累了侯爷和子恒的前程，我这心口就……母亲这话可就说差了。苏清浅缓缓抬起头，目光如炬直视着故作戏子捧心状的侯夫人，清澈的眼底一片坦荡。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就那孩子是在为侯府积阴德，怎么就成了侮辱门楣？我又没做错事，凭什么要认？至于那个尚书府2公子，满京城谁不知道他是个泼皮无赖？尚书府居然还有脸面上门来兴师问罪。苏清浅心中暗忖，这所谓的问责，只怕那位尚书大人和李大公子根本就被蒙在鼓里。姐姐，苏颖儿适时插话，声音里夹杂着恰到好处的责怪与惋惜。你或许是一时情急为了救人，可姐姐那样对尚书府公子大打出手，终究是有失体统，也太吓人了些。大街上那么多人看着，传出去怕是对姐姐的名声不好。颖儿顾虑的很有道理。苏子墨眉头紧锁，看着苏清浅，语气里端着兄长的架子规劝道：你才刚回府，很多规矩都不懂，有善心救人是好事，但也得分清楚对象是谁。那李2公子虽然名声不好，可毕竟是尚书府的嫡出公子，你这么当众让他下不来台，日后怕是要惹出大麻烦。这事儿你办的实在是欠考虑。眼瞅着苏清浅对自己闯的祸没有半点悔改之意，对大家的劝告也是左耳进右耳出，甚至还敢违抗命令不肯下跪。侯爷苏弘义的脸黑得跟锅底似的，简直是无知狂妄到了极点。李家那是京城的名门望族，李2就算是个纨绔子弟，那身份也是摆在那儿的，你怎么能想打就打？你这是要把咱们侯府往火坑里推啊！才回来第2天就捅这么大个篓子，看来真得找个严厉的教养嬷嬷好好教教你规矩了。
父亲您消消气。苏子恒往前迈了一步，看着苏清浅的眼神里带着几分看好戏的意味，又夹杂着恨铁不成钢的恼怒。清浅不知道尚书府跟咱们侯府的交情，明个我亲自领着他去尚书府登门谢罪，免得伤了两家的和气。苏子恒往苏子恒身后缩了缩，确认自己处在苏清浅够不着的安全地带，这才小声嘟囔道：你在外面也惯了，不懂礼数，得虚心听长辈的教导。大哥的话，莹儿姐姐的话，那都是为了你好，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苏清浅听着这几个人高高在上，仿佛审犯人一般的语气，只觉得无比荒唐可笑。让我去赔罪，想都别想。他神色淡然，语气却硬得像块石头。这事儿我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瞎操心。苏弘毅没想到他这么不开窍，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咬牙切齿的骂了一句：逆女！侯夫人见状，嗓门更是拔高了几度：老爷，您瞧瞧他这副德行，哪还有半点侯府千金的样子？中午也是这么顶撞我，把长辈的话当耳旁风，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母亲，您别气坏了身子。苏莹儿不动声色地扯了扯侯夫人的衣袖，声音柔得能掐出水来，气大伤身啊！她转头看着苏清浅，一脸语重心长：姐姐，我知道你不是存心的，可李二公子到底受了伤，父亲和大哥也是为了侯府的将来着想，你就听大家一句劝吧。苏清浅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当时不是你假惺惺地说那乞丐可怜，让我出手相救的吗？这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苏莹儿慌乱地看了看周围的人，急忙辩解道：我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姐姐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苏清浅懒得看他演戏，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要是没别的事，能不能开饭了？他忙活了一下午给殿下制药，这会儿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实在没心思跟这群人废话，话题跳跃得太快，众人一时都没反应过来。苏清浅这副满不在乎，只惦记着吃喝的态度，彻底点燃了苏弘毅的怒火。他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盏乱跳：吃，你还有脸吃饭？闯下这么大的祸事，不知道反省也就罢了，居然还只想着吃！我永昌侯府世代书香门第，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不知轻重、粗俗不堪的女儿？苏子恒也看不惯这个半路回来的妹妹，惹了这么大麻烦还死鸭子嘴硬。本来因为昨天被他当众羞辱的事，苏子恒是一点都不想搭理他，但他身为侯府世子，这时候不能装聋作哑。既然已经装作好兄长忍到现在，他也只能皱着眉头继续劝道：父亲正在气头上，你就不能服个软吗？先认个错，明天我带你去赔礼道歉，把这事儿接过去再说。苏清浅看着眼前这对怒气冲冲的父子，还有旁边那个装模作样的侯夫人和苏莹儿，心里的厌恶感油然而生。这些指责数落的话，中午听了一遍，晚上还要再听一遍，车轱辘话来回说，真是有够倒胃口的。我饿了。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尚书府的事我有分寸，不用你们操心。你苏弘毅这辈子还没被哪个子女这么顶撞过，气得火冒三丈。好，既然你这么不知悔改，那今晚这饭你也别吃了，给我滚回你的院子，好好反省反省，什么是家规，什么是礼数，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出来。苏清浅眼底波澜不惊，仿佛这雷霆之怒根本不是冲着他来的，只是可惜了这一桌子好菜没吃上。他有些遗憾的哦了一声，那我回去了。说完他转身就走，干脆利落。他的背影挺得笔直，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和狼狈，更看不出半点认错悔改的意思。满屋子的檀香也压不住那股令人窒息的戾气。苏弘毅喉咙里滚出一声粗重的喘息，猛地扬起手，将桌案上的白瓷茶盏狠狠掷了过去。那白瓷轻薄易碎，这要是砸在人脑袋上，必定是头破血流。气急败坏的苏弘毅此刻眼里只有冲天的怒火，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父女亲情？茶盏脱手飞出的瞬间，他才猛然惊醒过来，眼底闪过一丝慌乱，可一切都太迟了。惊呼声还没来得及出口，却见苏清浅足尖轻点地面，身形如同惊鸿一般轻盈掠开。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竟然反手一捞，稳稳当当地接住了那只茶盏，旋身之际手腕猛地一沉，茶盏竟沿着原来的轨迹倒飞了回去。紧接着茶盏擦着苏弘毅的耳畔飞过，重重地砸在他身后的梨花木屏风上，白瓷瞬间碎裂，如霜花四溅。滚烫的茶水泼洒在屏风上的墨竹涂上，晕染出一大片深色的水痕，碎瓷片飞溅开来，正好落在他刚才倚坐的椅背上。苏弘毅僵立在原地，耳后还残留着茶水溅到的灼热感，茶水飞溅的湖光惊得满屋子人汗毛直竖。侯夫人手里紧握着的佛珠猛地收紧，苏子恒吓得直接扑进了苏子恒的怀里寻求庇护，苏莹儿更是吓得捂住了嘴巴，一脸惊恐。苏清浅静静地立在光影交错中，红色的发带随着呼吸轻轻飘动，眼底翻涌着如同碎冰般的寒意。他的脊背挺得笔直，甚至比那屏风上的翠竹还要多几分锋利的刃光。父亲，红唇轻启，他的声音冷得像是淬了冰。您是想教训我，还是想跟我切磋切磋？苏清浅的声音并不高，却字字如冰锥刺骨，扎得满屋子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厅堂里的烛火摇曳不定，将他脸上的光影切割得越发分明，眉眼间泛着令人心悸的冷冽光芒。苏弘毅满腔的怒火被这一声质问硬生生堵在了喉咙口，竟然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他死死盯着眼前这个失踪10年才回来2天的女儿，
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审视他，却只觉得陌生的可怕。10年前那个整天追在他屁股后面软糯糯喊爹爹的小丫头，如今已经出落的身形高挑，亭亭玉立，只是那双曾经盛满了如沐和依赖的眼睛，此刻只剩下一片冰封千里的寒凉，再也找不到半分温度。甚至在苏清浅反手掷回茶盏的那一刹那，苏弘毅真的觉得他是想要杀了他这个父亲。虽然感觉不到明显的杀气，可他当时确确实实有了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此时此刻，他看着苏清浅身着名门贵女的华服，仿佛刚才那一瞬间的杀意只是他的错觉，却怎么也掩盖不住他周身散发出的那份疏离淡漠的骄傲与不屑。苏弘毅想不明白，这个在外流落了10年的孩子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既意外又矛盾的感觉，但他能感觉到苏清浅根本不在意侯府，也不在乎侯府里的人对他怎么样。可是他凭什么敢有这种态度？苏弘毅很快就自以为是地找到了答案，不过是因为他还没真正体会到侯府能给他的荣华富贵，还没尝到身为侯府嫡女的甜头罢了。等以后他尝到了甜头，自然会主动学着怎么乖巧懂事来讨他们的欢心。看着眼前的苏清浅，苏弘毅忍不住冷笑，真是个没见识又不惜福的野丫头，竟然还敢公然挑衅他身为侯爷的权威，忤逆他这个亲生父亲。你简直放肆！苏弘毅刚想摆出父亲的威严继续训斥，却被苏清浅投来的清冷目光逼得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意识到自己的怯懦，苏弘毅心头的怒火烧得更旺了。他摆出永昌侯不可一世的架子，厉声喝道：莫无尊长，忤逆狂妄，马上给我滚去祠堂跪着反省，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让你起来。一旁伺候的丫鬟仆从们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个低着头死死盯着自己的鞋尖。谁都清楚，这位刚回府的大小姐这回怕是要倒大霉了。苏清浅眸光一转，看向侯夫人，一脸认真地提了个建议：母亲，我回来才2天，父亲公务繁忙，跟女儿见面的机会少，想必还没摸清楚女儿的行事作风。他稍微顿了顿，声音清脆如玉石香鸡。您和兄长弟妹们难道不打算劝劝父亲吗？苏清浅的语气听起来温婉平和，可在众人耳朵里却成了赤裸裸的威胁。侯夫人心里猛地一紧，这丫头才回来2天，不管是吃穿用度还是规矩礼仪，不管是对她还是对长子、次子或者是莹儿，都把大家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这一桩桩一件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像闪电一样在脑海里划过。侯夫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苏清浅哪里是那种肯乖乖去跪祠堂的主？侯夫人的目光转向苏弘毅，柔声劝道：侯爷您消消气，清浅刚回来，规矩可以慢慢教嘛。祠堂那种地方阴冷潮湿，她一个姑娘家身子骨娇弱，怎么受得了？万一跪出个好歹来，反倒让外人说咱们侯府科带刚找回来的亲生女儿，不如这次就先饶了她吧。苏子墨的脸颊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这苏清浅哪儿娇弱了，哪儿就能跪出个好歹来？她要是跪祠堂，不把祠堂拆了就不错了。那天被苏清浅按在地上摩擦，最后还被银丝捆得动弹不得的屈辱感再次涌上心头。苏子墨心里憋着火，却不敢发作，喉结滚动了几下，闷声说道：父亲，母亲说的对，妹妹年纪还小，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他是真不想再惹毛了苏清浅，不然指不定还要丢多大的人。在父母和妹妹面前输给苏清浅这种丑事，绝不能再发生一次。苏子恒更是吓得缩了缩脖子，平日里的嚣张劲儿早就没影了。自从苏清浅回府第1天就被他收拾了一顿，又眼睁睁看着文武双全的大哥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现在他见了这位煞神姐姐就跟见了鬼似的，他恨不得把自己变美赶紧附和道：父亲，我看他姐姐也不是故意的，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苏莹儿垂着眼帘，掩盖住眼底翻涌的幸灾乐祸。他巴不得苏清浅被狠狠惩罚，最好在祠堂里闹得满城风雨，好让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永昌侯府这个失踪10年才回来的亲生女儿是个没规矩的野丫头，这样才能更显出他苏莹儿的温顺懂事识大体。可他不敢表露出一星半点，只能学着侯夫人的样子柔声劝道：父亲，母亲说的极是，姐姐可能是在外面也惯了，刚回府不懂规矩，您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真要是罚跪祠堂传出去，反倒显得咱们侯府容不下人。苏弘毅被大家这么轮番劝说，火气稍微消了一些，他瞪着苏清浅，见他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仿佛刚才那个砸茶盏顶撞他的人根本不是他一样，心里的火又窜上来了，可偏偏又发作不得。最后他猛地一挥袖子，终究没再提跪祠堂的事，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滚回你的院子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苏清浅连句场面话都懒得说，转身就走，步履从容，身姿挺拔，不像是个被罚去反省的，倒像是个凯旋归来的将军。直到苏清浅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门外，苏弘毅才怒吼道：逆女，简直是逆女！他竟然敢这么狂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他早就忘了，刚才明明是他先失态动的手，差点伤了女儿，也忘了这个女儿失踪10年，他从来没真正用心去找过，反而是找了个养女来替代。现在他只觉得苏清浅的回来打破了侯府的平静，更让他在子女面前丢尽了父亲的威严，这就是他的罪过。再看看周围，侯夫人、2个儿子和他最疼爱的女儿都沉默不语。苏弘毅心里的火更大了，他猛地站起身，袍袖一甩，不吃了。侯夫人先是一愣，随即赶紧追了上去。
老爷，您别气坏了身子啊！主心骨一走，剩下的人也没了吃饭的心思。苏子墨端坐着，眉头紧锁，若有所思地盯着门外苏清浅离去的方向。大哥，苏子恒拉了拉他的衣袖，声音里透着委屈。我饿。他已经领教过苏清浅的身手，但今晚更让他震惊的是他对父亲的态度。他竟然敢把茶杯砸向父亲，还敢当面顶撞质问父亲。他们这些人从来都不敢这么干，就算是最受宠的莹儿姐姐，也只会撒娇卖萌。没想到这个苏清浅胆子这么肥，幸好他没去招惹这个煞星。他没有父亲的怒火，也没有母亲的紧张，更没有大哥的担忧，他只想好好吃顿饭。苏子墨回过神来，摸了摸苏子恒的脑袋，轻声说道：好，大哥陪你吃。他招手让丫鬟把菜重新热过，又转头对苏莹儿说道：莹儿也先吃饭吧。苏莹儿却是一脸担忧地说道：父亲发这么大火，母亲也没吃，我实在是吃不下。说着，他缓缓起身，翩然离去。正啃着鸡腿的苏子恒，他看着苏子墨，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吃。莹儿姐姐都担心得吃不下饭，他现在吃得这么欢实，是不是显得很没心没肺？苏子墨低叹一声：别管他，你吃你的。苏子恒觉得手里的鸡腿突然就不香了，他觉得莹儿姐姐太过分了，就不能等她吃完了再走吗？齐云院，苏莹儿刚一进门，就再也忍不住轻笑出声：小姐，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心腹丫鬟春桃最懂她的心思，却故意装作不知道。苏莹儿眼里闪烁着幸灾乐祸的光芒。苏清浅刚回来就把父亲给惹毛了，以后在府里有他好果子吃的，爹爹最是看重脸面，他今天让爹爹下不来台，爹爹肯定不会轻饶了他。春桃也跟着附和：那是当然，您才是咱们侯府最受宠的小姐，她不过就是个失踪了10年的野丫头，拿什么跟您比啊？苏莹儿笑的那叫一个得意，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蛋，那是自然，别说爹爹了，就是娘也不会容许他这么放肆，他翻不起什么大浪来，更何况他还得罪了尚书，好戏还在后头呢。他轻轻抚摸着鬓边的珍珠花钗，心里更是美滋滋的，这可是爹爹昨天特意让人从珍宝阁挑来的南海明珠，圆润饱满，光泽莹润，一看就是好东西。反观苏清浅回来2天了，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没收到，这待遇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小姐，春桃忽然说道，刚才你也没顾上吃饭，奴婢去小厨房给您弄点吃的吧，您最爱喝的冰糖莲子羹，我让厨房给您炖上，再配2碟精致的点心，去吧。苏颖儿点了点头，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你去的时候顺道绕到苏清浅那儿去瞅瞅，看他有没有什么动静，我倒要看看他没饭吃怎么熬过今晚。春桃连忙答应下来，小姐放心，奴婢也会跟厨房那边打个招呼，不许给清辉院那边开小灶。你这丫头真是个机灵鬼。苏颖儿娇嗔地笑道，我可没让你这么干。春桃赶紧接话，小姐这般心善，自然不会做这种事，是奴婢看不惯那个嚣张跋扈的，这才自作主张。看着春桃离去的背影，苏颖儿走到窗边，推开雕花木窗，望着清辉院的方向，她就是要让苏清浅明白，侯府早就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了，她苏颖儿才是真正名正言顺的侯府千金。想起苏清浅今天眼底那股子寒意，她心里虽然有点发怵，但更多的是兴奋。苏清浅越是硬气，就越容易得罪人，到时候都不用她亲自动手，自然有人会去收拾苏清浅。苏颖儿仿佛已经看到了苏清浅在侯府受尽冷落，被下人排挤，被父母兄弟厌弃，最后像条丧家之犬一样狼狈滚蛋的惨样。等到那个时候，侯府的所有荣光依然还是属于他的。忽然，丫鬟满是喜悦的声音传来，小姐，小姐，来福楼给您送来了席面。清辉院苏清浅刚跨进院门，孙嬷嬷就急忙迎了上来，满脸关切，姑娘回来了，晚饭吃的怎么样？她眨了眨眼，回答的言简意赅，没吃。孙嬷嬷脸色一变，这也太过分了，侯府竟然这么苛待姑娘，就算是姑娘10年不在府里，也不该这么作践人啊。没事，苏清浅安慰孙嬷嬷道，嬷嬷也知道，我本来就没指望过他们。孙嬷嬷心疼的不行，姑娘忙活了一下午，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老奴这就去想办法弄点东西给您垫垫肚子。嬷嬷别急。苏清浅想起之前雪球带来的消息，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听说京城第一酒楼来福楼能随时送菜上门，正好嬷嬷也一起尝尝这宫外的美味佳肴味道如何。她话音刚落，门外的顾长风便掀开帘子走了进来。不久前还带着几分怯懦戒备的少年，此刻脊背挺得笔直，一身青色布衣虽然朴素，却掩盖不住眉眼间的清亮。姑娘，来福楼的位置我熟，就在西街口第3家，我前几天还帮他们搬过酒坛子，那里的伙计都认得我。他上前一步，双手自然垂在身侧，指节微微泛白，努力想要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这事交给我去办吧，我去订菜，保证又快又稳妥，绝对不会耽误姑娘吃饭，我跟她一块儿去。连桥的声音从廊下传来，带着几分想要凑热闹的兴奋劲儿。这种去大酒楼置办席面的差事，他还从来没干过，心里好奇得很，而且理由也正当，有我陪着双重保险吗？苏清浅看着这2个人，眼底漾起一丝笑意。好，那就你们2个一起去，多带点银子，顺便再买些爱吃的糖糕点心回来。2人齐声答应。顾长风快步跟着连桥就要往外走，谁知刚一出院门，就看见一个小丫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脸上写满了惊奇和兴奋。大小姐，大小姐，来了好多来福楼的人，抬着好几层描金的大食盒，
说是送来的顶级席面，指名道姓是给侯府大小姐的。来福楼，苏清浅心思一转，想起那张信笺上写的来福楼3个字，不由得笑了。原来这就是那个意思吗？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猝不及防地涌上心头，瞬间冲散了刚才在前厅沾染的那一身寒意与冷漠。他的殿下果然是心细如发，竟然连他没吃上晚饭都知道。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那双清冷的眉眼间瞬间染上了几分暖意，就像是冰河解冻，春水初生，让他整个人都变得明亮鲜活起来。孙嬷嬷喜上眉梢，那些人现在在哪儿呢？小丫鬟气鼓鼓地说，被七云院的人给拦住了。他们非说来福楼这种难订的酒楼送来的席面，肯定是哪个爱慕苏莹儿的公子王孙特意送来讨好他的，简直是岂有此理。孙嬷嬷眉头紧锁，神情严肃，不过是个占了主子窝的养女，连正经主子的东西也敢抢。姑娘您等着，老奴这就去把席面夺回来，也让七云院那边的人知道什么叫规矩。苏清浅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锐利。他对孙嬷嬷说话的声音却依然温和。嬷嬷不说，我也是要去抢回来的。殿下特意送给他的美味佳肴，断没有让旁人半路截胡的道理。上一个敢从他嘴里抢食的是无极雪原上的那头恶狼，后来已经被他抽筋扒皮炖了吃了。听着那边隐隐约约传来的争执声，刚出院门，报信的小丫鬟便指向月洞门那边，姑娘快看，连乔姐姐他们正在那儿跟他们理论呢。月洞门外果然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仆妇丫鬟，来福楼的3个伙计挑着朱漆食盒站在中间，脸上写满了左右为难的窘迫。连乔双手叉腰，柳眉倒竖，活脱脱像一只护主的母狮子，正跟苏莹儿的贴身丫鬟春桃面对面的争论不休。他身边站着的俊美少年顾长风，看似文弱却毫不退缩，眼神冷得像寒冬腊月的冰棱子。春桃是吧？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连乔指着食盒大声说道，这些饭菜是指名道姓给苏府大小姐的，你家二小姐也配沾边，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身份，竟然敢来抢主子的东西。春桃梗着脖子，双手死死攥着食盒的系带，指节都用力的发白。什么大小姐？我们家莹儿小姐在侯府当了10年的大小姐，这府里上至侯爷夫人，下至扫地的大妈，谁不认得？不过就是你家那位姑娘回来了，才临时把莹儿小姐降成2小姐。来福楼肯定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变故，这席面分明就是送给我们家小姐的。他扫了一眼来福楼的伙计，又故意拔高了嗓门，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再说了，爱慕我们家小姐的公子哥能从侯府大门口排到朱雀大街去，来福楼的菜千金难求，肯定是有哪位公子特意送来讨小姐欢心的，跟你家那位刚回来的野丫头有什么关系？爱慕者，连乔忍不住嗤笑出声，声音清脆响亮。就你家小姐那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矫情样，也配让人为她费尽心思订来福楼的菜？我看是你们主仆俩想疯了，光天化日之下在这儿拦路抢劫吧？你胡说八道！春桃急得直跳脚。我们小姐冰清玉洁，多少名门公子趋之若鹜，哪像你们家那位失踪10年，也不知道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回来就想抢我们小姐的东西，占我们小姐的位置。你敢再说一遍试试？连乔气得撸起袖子就要冲上去，顾长风却轻轻按住了他的手臂，少年的指尖微凉，声音却比指尖更冷。让我来，他既然来到了这里，总得有点用处才行，得让他的恩人大小姐觉得他是个有用的人。他的目光淡淡扫过春桃，眼神如刀子一般，刮得春桃身子一颤，后面的话竟然硬生生咽了回去。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这可是侯府，容不得你乱来。顾长风正准备让春桃见识他的手段，忽然一道柔柔弱弱的声音从人群后面传了过来，都围在这儿干什么？成何体统？众人连忙侧身让开一条路。苏怡儿款款走来，一身藕荷色的软罗裙衬得肌肤胜雪，鬓边斜插着一枝珠花，显得娇美动人。春桃见自家主子来了，立马收起了刚才的嚣张气焰，扑过去就开始哭诉，小姐，他们欺负人，这来福楼的席面明明是送给您的，他们非硬说是给清辉院那位的，还骂您配不上。苏莹儿脸色微微一沉，正要开口训斥，一抬眼便看到了信步走来的苏清浅，她轻轻拍了拍春桃的手背，脸上漾开一抹温柔的笑意，姐姐也来了，想必是来福楼的伙计搞糊涂了，竟然闹出这种误会，不过就是些吃食罢了，姐姐要是喜欢，不如咱们一同回我院里品尝，妹妹院里的点心也正好配得上这席面。稍微顿了顿，她语气里带着几分娇嗔与炫耀，说起来，我今晚也没顾上吃饭，这会儿正好有些饿了呢。这桌席面送来的正是时候，想必一定是子昭哥哥特意让人安排的。子昭哥哥这4个字刚一出口，四周原本流动的空气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萧子昭，那可是将军府备受宠爱的小公子，当年可是跟苏清浅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的。10年前苏清浅意外走失，侯府便做主将苏莹儿记在了侯夫人名下，充作嫡女，连带着跟萧家的那门亲事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他的头上。虽说刚开始
始两人有些不对付，可架不住苏莹儿费尽心思的经营，总算是成了萧子昭心尖尖上最真实的未婚妻。苏莹儿这话听着像是在解释席面的来路，骨子里却是在向大伙宣示她跟萧子昭有多亲密，更是变着法儿的向苏清浅显摆自己的地位。话音刚落，苏莹儿忽然抬手轻轻掩住嘴角，眼底极快地划过一丝故作的惊慌，急忙扶了扶身子说道：“哎呀，姐姐，我可不是存心要提这茬的，你千万别怪罪妹妹口无遮拦。妹妹心里清楚，你跟子昭哥哥以前有过婚约，只是这10年里世事难料，我跟子昭哥哥朝夕相对，早就互生情愫，实在是情深意切，难以自控。这么多年来，子昭哥哥待我真的是没话说，好到了骨子里。”他低垂着眼帘，拿帕子按了按眼角，声音哽咽的如同断了线的琴弦一般凄婉：“姐姐你也晓得，来福楼的席面得提前半个月去排号，那些个招牌菜更是普通人想订都订不着。前些日子我不过是随口念叨了一句，说是听说来福楼的饭菜滋味一绝，没想到他竟听进了心里，特地费心订了送来给我尝鲜。这番话说的那是滴水不漏，既显白了萧子昭对他有多上心，又暗戳戳地指出苏清浅早就成了过去式，顺带还把自己装扮成了一副情非得已的无辜受害者模样。围在边上的那些婆子媳妇们都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投向苏清浅的目光里既夹杂着几分可怜，又混着几分瞧不起。可怜他好端端的婚约被人抢了去，又瞧不上他刚回府就跟妹妹抢一口吃的，真是……孙嬷嬷被这位侯府冒牌千金的厚脸皮给惊得不轻，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苏清浅的声音平淡的不起一丝波澜：“萧子昭，我怎么听说他这会儿正在北疆跟蛮族打仗呢？难不成他还能练成分身术，跑回来给你订酒席？”苏莹儿脸上的假笑瞬间僵硬了一下，紧接着又恢复了柔声细语：“姐姐你有所不知，子昭哥哥心思最是细腻，肯定是怕我嘴馋惦记，提前好些天就托人定下了。他虽然身在前线浴血杀敌，可这心里头啊，每时每刻都挂念着我呢。他脸颊上浮起2团甜蜜的红晕，活像是个正沉浸在浓情蜜意里的小女人。哦，这倒是我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了。”苏清浅微微挑起眉梢，视线转到了旁边那个手足无措的来福楼伙计身上，语调突然往下沉了几分：“孙嬷嬷，去问问他们这桌席面究竟是送给谁的。”孙嬷嬷立马往前跨了一步，板着脸沉声喝道：“你们给我把话说清楚了，这时和到底是送给侯府哪位大小姐的？要是敢有半句假话，老婆子我非得去你们酒楼讨个公道不可。”领头的那个伙计吓得赶紧弯腰行礼：“嬷嬷息怒，这席面可是我们掌柜的亲自嘱咐送来的，千叮咛万嘱咐，说是给刚回府的大小姐接风洗尘用的，借我们的胆子也不敢送错啊，这绝不可能。”苏莹儿脸上的血色在一瞬间退得干干净净，连嘴唇都吓得惨白。这侯府里的大小姐从来都是我，怎么可能会变成她？伙计被他这激动的反应吓得浑身一激灵，却还是硬着头皮认真回道：“绝对错不了，掌柜的特意强调过的，指明是刚回府的苏大小姐。”话音刚落，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就像聚光灯一样，齐刷刷的全都落在了苏莹儿身上。她只觉得两边脸颊火烧火燎的疼，就像是被人当众狠狠扇了几记响亮的耳光。上一刻还在那儿得意洋洋的炫耀萧子昭的一往情深，下一刻就被现实狠狠打脸。这席面非但跟萧子昭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居然还是专门送给他最厌恶的苏清浅的。他死都不愿意相信，他心里100个不甘心。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天大的误会。苏莹儿的声音里带上了浓重的哭腔，眼泪珠子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扑簌簌滚落下来，砸在裙摆上晕开一个个湿印子。姐姐，你是不是存心的？你明明知道我跟子昭哥哥的关系，还特意订了来福楼的菜，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是为了当着大伙的面羞辱我，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他的目光顺势扫过苏清浅身旁的顾长风，瞥见少年那张绝美的面容时，眼里闪过一丝惊艳，紧接着便是无名的嫉恨。姐姐身边有这么一位俊俏出众的侍从日夜陪着，看来这10年流落在外面，日子过得倒是挺滋润快活的，也难怪姐姐根本不在乎跟子昭哥哥的那纸婚约了。这话说的简直是诛心到了极点，明面上是说苏清浅贪图男色，暗地里却是在影射她私生活不检点。孙嬷嬷厉声断喝道：“二小姐休要在这儿造谣生事，凭空污蔑毁坏我家姑娘的清白名誉。”苏清浅迈着步子缓缓走上前去，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哭得梨花带雨的苏莹儿，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讽刺弧度：“妹妹这就认不出来了，今儿个早上可是眼睁睁看着我把她救下来的。”“你说什么？”苏莹儿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顾长风：“你是那个脏兮兮的乞丐，那个浑身恶臭的小乞丐，竟然长了一张这么好看的脸。”苏莹儿震惊之余，又想起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她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心里也明白，再这么闹下去，只会让自己更加丢人现眼。最后，她只能恶狠狠地瞪了苏清浅一眼，既然误会都解开了，那妹妹就不打扰姐姐了。
说完，他转过身对春桃厉声喝道：“还傻愣着干什么？咱们走！”话音刚落，他便提起裙摆，狼狈不堪地拂袖而去。看着苏莹儿几乎是落荒而逃的背影，连桥撇了撇嘴，狠狠啐了一口：“真是活该，想偷鸡反18米。小姐，咱们赶紧把席面拿回院里去吧，再这么放着，好好的饭菜都要凉了。”见苏清浅点了点头，他立马转向那2个伙计，语气也缓和了不少：“辛苦2位大哥跑这一趟了，请跟我往这边走。”伙计挑着食盒跟在连桥身后，朝着清辉院走去。孙嬷嬷凑到苏清浅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姑娘，那位萧家小将军现在可是2小姐的靠山，以后他要是回来了，只怕会找您的麻烦。”苏清浅的目光投向北方，北疆的方向已经隐没在沉沉的暮色之中。嬷嬷，苏清浅收回视线，语气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这侯府里的一切，包括那纸婚约，我通通都不在乎。那个萧子昭要是敢对他不利，他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他。殿下亲口说过，他最多在这里待上3个月，他就会来接他回去。殿下说的话从来就没有食言过。那么他一定要在他来接他之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都处理干净。苏清浅和孙嬷嬷刚跨进清辉院的大门，就感觉到满院子都被来福楼那独有的香气给填满了。那醇厚的肉香顺着门槛漫了进来，酸甜的果酱香气缠绕在廊下的灯笼上，仿佛连地上的青砖缝里都浸透了这京城第1楼的雅致香味。食盒刚刚打开，苏清浅抬眼望去，只见那几道他平日里最爱吃的菜色正一一摆上桌。那道琥珀色的秘制羔羊油光锃亮，金桔酱顺着饱满的肉纹缓缓流淌下来，在白瓷盘底汇聚成一小汪暖黄色的光泽。那条松鼠桂鱼仿佛还带着刚出锅时的脆响，橘红色的酱汁浇得艳丽而不俗气，就连点缀其上的青绿葱丝都摆得如同一幅画卷，每一道菜都是他的心头好，色香味俱全。我的老天爷，这来福楼的菜也太香了吧！这可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美味啊！院子里伺候的丫鬟婆子们看得眼睛都直了，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苏清浅坐在桌旁，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看着那些丫鬟仆妇们悄悄咽口水的馋样，嘴角漾开一抹淡淡的笑意。嬷嬷、连桥都坐下。苏清浅拍了拍身边的酸枝木凳，声音温和舒缓：“这么多菜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他在暗影里跟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只有身手高低的分别，从来不讲究什么地位高低。后来跟着殿下被宠得有些无法无天，对于这种身份上的差别对待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所以面对这一大桌子丰盛的席面，他理所当然的觉得应该跟陪自己回来的这2个人一起吃，既热闹又不浪费。孙嬷嬷连忙推辞：“姑娘这可万万使不得，您现在可是侯府正儿八经的嫡女千金，主子吃饭奴才陪坐，这要是传出去了会被人戳脊梁骨的，老奴在旁边伺候着就行了。”连桥也被吓了一跳，连忙摆手：“不行不行，这哪行啊，在我这儿你们可比侯府那些死规矩金贵多了。”苏清浅亲自给孙嬷嬷盛了一碗松茸鸡汤，瓷勺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响声。嬷嬷本来在殿下那里掌管一宫事务，却跟着我跑到这种地方来受苦受累，我怎么能再让您受这些委屈呢？孙嬷嬷听到这番话，心里不禁百感交集。姑娘您真是，她之所以愿意跟过来，除了殿下的嘱托之外，自然也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个跟在殿下身边9年的小丫头啊。现在看来，这份喜欢真是一点都没错付。嬷嬷快坐下吧，菜要是凉了就不好吃了。苏清浅笑着扬了扬下巴，自己先夹了一块清蒸鲈鱼送进嘴里，那鱼肉细嫩的几乎入口即化，鲜美的高汤完全浸透了鱼肉的肌理，就连鱼皮都被蒸得软糯可口。果然不愧是来福楼千金一传的金字招牌。孙嬷嬷见状也就不再推辞，坐下来一起享用这宫外京城第1楼的珍馐美味。我吃相太难看，还是等姑娘和嬷嬷吃完了我再吃吧。连桥坚持不肯入座，依然站在一旁伺候着。他虽然脑子不太灵光，四肢倒是挺发达，但也知道自己是不能跟孙嬷嬷相提并论的。苏清浅和孙嬷嬷2人的胃口都不大，等他们吃完了，桌上还剩下好多菜，苏清浅便让连桥开动，同时也吩咐人把多出来的饭菜分给院子里的其他人。得到命令的丫鬟跟捡了宝似的，乐颠颠地跑出去传话。没一会儿功夫，7、8个丫鬟婆子奴仆就都拘谨地聚在了堂屋门口，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才好。连桥给自己和顾长风各留了一份，剩下的菜就用食盒分装好，连那酱汁都给刮得干干净净，一点没浪费。丫鬟仆妇们捧着沉甸甸的食盒，一个个激动的心里直打鼓，感慨万千。大小姐这心肠真是菩萨转世啊！咱们在府里伺候了这么多年，头一回沾了大小姐的光，吃上这来福楼的饭菜，原本还以为跟着这个不受宠的小姐得吃不少苦头，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的福气。回头一定要给当初那些冷嘲热讽、等着看笑话的丫鬟婆子们好好显摆显摆，羡慕不死他们。等他们恭恭敬敬地磕头退出去，连桥这才长出一口气，感慨道：今儿在悦动门那会儿可真是太解气了。那个冒牌货主仆刚开始还趾高气扬的，后来就像是被拔了毛的鹌鹑，灰溜溜的跑了。姑娘您是不知道，当时我真想一拳头砸在春桃那个嚣张的脸上，还好顾长风这小子拦着我，不然这会儿恐怕又要给您惹祸了。
苏清浅抬眼望向不远处立着的顾长风，一身青衫的少年就像一株挺拔的翠竹，笔直坚挺，袖口虽然沾了点暮色里的湿气，却丝毫不见半点狼狈。听到提到自己，他的神情依旧淡然的像庭前的烛影，波澜不惊。苏清浅的目光里带着几分赞许，你做得不错，遇事能够冷静应对，这才是成大事的样子。最后这句话是殿下曾经对他说的，如今他借花献佛说给顾长风听，希望他能有所领悟。虽然真要动起手来也不怕谁，但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谢姑娘教诲。顾长风微微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浅淡的阴影，脸颊却不知为何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夸赞过他了，更何况还是恩人的夸赞。顾长风原本没让连桥动手，其实是想自己亲自动手的，现在想想更加庆幸当时的自己忍住了没出手，否则就听不到恩人这番称赞了。连桥和顾长风去吃饭，苏清浅就在院子里溜达着消食。连桥过来的时候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姑娘喝点热茶暖暖身子吧，来福楼的饭菜真是太美味了。他递过茶盏，目光飞快地扫过不远处的顾长风，又压低声音凑到苏清浅耳边，姑娘，顾长风这长相实在是太过招摇了，好些婆子都盯着他看直了眼。今天那个假千金还借机讽刺你，要不给他找个面具戴上，这样既能遮一遮锋芒，也能少些闲言碎语。不用。苏清浅握着温热的茶盏，声音比这春夜还要凉几分，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他光明正大的待在清辉院，行得正坐得端，身正不怕影子斜，以后凭本事自然会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至于面具，那是他家殿下的专属，旁人怎么能随便效仿？在这世上，戴着面具最好看的人非他家殿下莫属，当然摘下面具的殿下更是人间绝色。连桥微微一愣，随即又觉得极有道理，连忙点头应道：小姐说的极是。顾长风站在廊下的阴影里，将两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进了耳朵里。他垂在身侧的手悄然攥紧，指节微微泛白，眼底的情绪翻涌不息，有惊讶，有欢喜，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斗志。他悄悄转身离开，心里暗暗发誓要好好谋划一番，绝对不能辜负恩人的这份期待。眼看着夜色越来越浓，苏清浅忽然对连桥勾了勾手指，连桥立刻凑上前去。姑娘有什么吩咐？苏清浅仰头看了看夜空，又环顾了一下这侯府的四周。我突然有个想法，你千万别告诉孙嬷嬷。连桥满眼都是跃跃欲试的光芒，声音里难掩激动。姑娘想干什么？奴婢定义不容辞。苏清浅轻笑一声，还是去那个地方吧。纤细的手指轻轻一晃，指向了气云院的方向。连桥重重地点了点头，好嘞，熟门熟路，正合心意。不知道今晚又能听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月光如水倾泻而下，伴随着树影婆娑，苏清浅带着连桥飞身跃上屋顶。几个起落之间，他们熟门熟路地摸到了气云院的屋顶，刚趴在青灰色的瓦片上准备探听一二，就听到说话声：小姐，你小心脚下。连桥立马听出来，这声音正是白天刚跟他吵过架的那个丫鬟春桃。顺着声音望去，只见苏莹儿带着春桃和两个贴身丫鬟，手里各自提着描金食盒，正急匆匆地往主院的方向走去。她换了一身藕荷色绣着玉兰花的软罗裙，鬓边斜插着一只珍珠步摇，脸上的泪痕早就洗得干干净净，还特意铺了一层薄薄的粉，看起来温婉动人。姑娘，他们这是要去给侯爷和侯夫人送吃的。连桥把声音压得极低，这摆明了是要去长辈面前卖乖讨好，指不定还要趁机给您穿小鞋呢。苏清浅眯起眼睛看着苏莹儿的身影消失在回廊的拐角处，想到苏莹儿今天在月洞门丢了那么大的人，肯定是要去侯爷和侯夫人那里找不回来的，不然以后他在府里还怎么抬得起头来？这会儿带着精心准备的宵夜去主院献殷勤，还真是个孝顺贴心的好女儿啊！咱们跟上去看看。苏清浅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好奇，正好听听看他能在父亲母亲面前怎么装委屈告我的状。不过眨眼的功夫，主仆二人就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主院正房的屋顶。侯夫人的夸赞声顺着风飘了出来，听得格外真切。苏清浅和连桥趴在青瓦上，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揭开一片瓦，透过那道缝隙，屋里的情形一览无余，就连房内的对话也能一字不落地听进耳朵里。父亲、母亲，今晚你们都没好好吃饭，我特意做了点莲子羹和点心，还有几样开胃的小菜，你们多少吃一点，身子要紧啊。苏莹儿柔声细语地说着，一边打开食盒，把里面的点心饭菜一样样取出来摆好。侯夫人的声音里满是宠溺的感慨，还是莹儿最乖巧懂事，这么晚了还为了我们忙前忙后的。随即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不像那个苏清浅刚一回来就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鸡飞狗跳的，还在外面惹是生非，连累侯府早知道是这样，还真不如不让他回来。苏清浅感觉呼吸一滞，努力压下胸腔里莫名翻涌上来的怒火，心头却泛起一阵悲凉。这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啊，
听说10年前他走丢的时候，侯夫人对外哭得死去活来，发誓要找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回来。如今10年过去了，他真的回来了，可侯夫人心里眼里却只有那个鸠占鹊巢的养女，甚至还说他不如不回来。而且这话1天之内竟然说了2次。苏清浅已经不记得当年走丢的具体情形了，可是看着眼前这母慈女孝、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她实在有些无法理解。不是说血浓于水吗？她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见过为母则刚的无所畏惧，也见过孩子失而复得后的喜极而泣，可是为什么她在侯夫人或者侯府其他人身上完全看不到这种情感？电光火石之间，一个荒诞的念头油然而生，当年她的失踪真的仅仅只是一场意外吗？母亲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又要让女儿心疼了。苏莹儿的声音软糯的像进了蜜糖的云片糕，姐姐刚回来，还没适应这个侯府千金的身份，我是爹爹和母亲一手带大的，自然更关心你们的身子，也理应尽这份孝心。听到这番乖巧懂事的话，侯夫人心里更加熨帖舒坦，拉着苏莹儿的手说道：“你这么孝顺懂事，我们怎么能不喜欢呢？”看着已经摆放整齐的饭菜点心，侯夫人转头对苏弘毅说：“侯爷，看在莹儿这么费心的份上，你可得多吃一点。”苏弘毅心里的火气早就消了大半，现在看到苏莹儿这么贴心孝顺，心情更是好了不少。侯夫人见苏弘毅已经坐在桌前开始喝莲子羹，这才松了一口气。之前被苏清浅那个逆女气得够呛，多亏有莹儿在身边宽慰，侯夫人也跟着坐下吃了几口，随口问苏莹儿：“好孩子，你自己吃过了吗？母亲别操心我。”苏莹儿柔声说道：“您和父亲先好好吃饭才是最重要的呢。”眼看着侯爷和侯夫人吃的差不多了，苏莹儿忍不住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仿佛她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侯夫人见状，忍不住跟侯爷对视了一眼，眼里满是欣慰。忽然丫鬟春桃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的哭诉起来：“侯爷夫人，求求你们为我们小姐做主啊！今天在月洞门，大小姐她实在是欺人太甚了。”春桃凄厉的哭声和她说的话，在安静的正房里显得格外刺耳。侯夫人连忙说道：“春桃，你说苏清浅那个孽障到底怎么欺负颖儿了？你把话说清楚，我和侯爷自然会为你们小姐做主的。”夫人，侯爷，春桃磕了个头，开始声泪俱下的控诉。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小姐提出的要求，萧小将军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前阵子小姐随口提了一句来福楼的松鼠过于好吃，萧小将军就记在了心上，说是会托人去置办席面。今天来福楼送来了一桌千金难求的席面，小姐本来以为是萧小将军特意让人订的，可谁能想到那桌席面竟然是大小姐派人订的，而且她还故意让人在月洞门那儿拦住我们，当着府里好多仆妇的面大声嚷嚷着那是给她的，完全不顾及我们小姐的脸面，简直是把小姐的脸都丢尽了，反了简直是反了天了。侯夫人怒不可遏，声音瞬间拔高：“苏清浅她安的什么心？明知道莹儿跟子昭有婚约，还故意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羞辱她，她是想毁了莹儿的名声吗？”苏莹儿急忙上前拉住春桃，声音哽咽的像断了线的琴弦：“春桃，你快别说了，也许姐姐并不是故意的，只是个误会罢了。再说了，不过就是一顿饭的事，丢点面子也不算什么，千万别因为这就伤了我跟姐姐的姐妹情分。误会？这怎么可能是误会？大小姐分明就是故意当着我们小姐的面显摆她订到了来福楼的席面。”春桃哭得更凶了：“夫人，您是不知道，她身边还跟着个长得比姑娘家还要好看的少年侍从，整天形影不离的。今天她还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见春桃似乎有些不敢说出口，侯夫人直接问道：“她说什么？你别怕有我给你做主呢，大胆说出来。”春桃这才像是鼓足了勇气说道：“大小姐说那个少年是她的人，让我们都要对她多加敬重。”放肆！侯爷苏弘毅的脸色阴沉的可怕，身为侯府的嫡出小姐，竟然跟一个卑贱的侍从混在一起，这要是传出去了，侯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简直是岂有此理！父亲息怒，母亲息怒。苏莹儿娇弱地靠在侯夫人身边，双手紧紧搂着侯夫人的手臂，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我相信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只是在外面漂泊了10年，自由散漫惯了。再说那个长得好看的少年，正是被她救下来的小乞丐，或许他只是为了报答姐姐的救命之恩，才一直跟在她身边的。你们就别怪姐姐了，女儿不想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伤了我和姐姐之间的和气。她越是大度地替苏清浅求情，侯爷和侯夫人心里就越是心疼她，同时也更加觉得苏清浅不懂事，根本配不上侯府嫡女这个头衔。侯夫人连忙扶起苏莹儿，拿着丝帕替她擦眼泪，心疼的声音都在发颤：“我的傻女儿啊，你就是太善良了，都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替那个死丫头说话。苏清浅那个孽障，不但故意让你丢脸，还对个乞丐贪图美色，挟恩图报。明天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给你赔礼道歉。”苏莹儿哽咽着摇了摇头，肩膀微微颤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开口：“母亲，有您和爹爹这么疼我，女儿已经很知足了。只是
只是什么？侯夫人满眼怜惜地拍拍他的手，别怕，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只是想到尚书府二公子道歉的那件事还没解决，女儿却又拿这些琐事来给爹爹和母亲添堵，心里实在是愧疚不安。苏颖儿垂下眼帘，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委屈和担忧。以后女儿还要带姐姐去参加女学的秋日宴，还有长公主府的赏花宴，也不知道姐姐能不能尽快适应侯府嫡女千金的身份。都怪女儿没用，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心里有些着急了。不，你的担心很有道理。侯夫人一脸欣慰地拍拍她的手，转头又满面愁容地望向苏弘毅。侯爷，清浅这孩子的所作所为真是太让人失望了。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得先去尚书府赔礼道歉才行。明天一早，你亲自带着苏清浅去尚书府道歉认错。苏弘毅脸色黑得像锅底，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礼物一定要选好的，必须体现出咱们道歉赔罪的诚意。如果尚书府不肯原谅，那我就只能……他的话虽然没说完，但那未尽的狠厉之意，却让侯夫人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她太了解苏弘毅这个侯爷的脾气了，为了保住侯府的利益，任何人都可以被牺牲掉。如果尚书府真的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哪怕是把苏清浅送过去给那位二公子当牛做马，他也绝对会照办，只为了平息对方的怒火。父亲，这样会不会太严厉了点？苏颖儿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看似一脸担忧地说道：“姐姐她刚回来，要是就这样被带去尚书府受辱，恐怕会伤了她的心。再说姐姐身手不错，万一闹大了，传出去也不好听啊，怕伤了她的心，那谁又来顾全咱们侯府的死活？”苏弘毅冷哼一声，语气里全是鄙夷。只要能平息尚书府的怒火，回来就把他关在清辉院里禁足，没我的话半步也不许踏出院门。再去请几个厉害的教养嬷嬷，好好教教他大家闺秀的规矩，什么时候把性子磨平了，什么时候再放出来。回想起苏清浅之前反制那一盏茶得很近，还有那眼神里透出的淡漠杀意，苏弘毅心里不禁打了个突，咬牙切齿地补充道：“明天多叫几个护院跟着，他要是敢反抗，就直接给我绑了去。”父亲英明。苏颖儿微微垂下眼帘，遮住了眼底那一闪而过的得意之色。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让苏清浅在侯府彻底没了立足之地，再也碍不着他的眼，最后慢慢从众人的视野里消失得干干净净。侯夫人也赞同地点了点头，就照你父亲的意思办，明天一早把他绑去尚书府，反倒显得咱们赔罪更有诚意。颖儿，你把心放肚子里，有娘在，绝不会让你受一丁点委屈。屋里的谈话慢慢变成了侯夫人对苏颖儿的温言软语，中间夹杂着对苏清浅的各种嫌弃，还有苏颖儿那看似在帮腔维护，实则是火上浇油的贬低，真是好不热闹。听完了这出好戏，苏清浅带着连桥足尖轻点，身形如同惊鸿掠影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出了主院。刚落在清辉院的金桂树下，连桥的声音里就透着焦急：“姑娘，明天侯夫人要是真把您绑去尚书府，那个二公子肯定会趁机发难，这可怎么办才好？”苏清浅抬手拂去鬓发上沾染的夜露，忽然低低地笑了一声，笑意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不屑。清冷的月光洒在她唇角，勾勒出一抹冷冽的锋芒。刁难，我倒是得谢谢侯夫人，替我省去了递拜帖的麻烦事。明天去尚书府，正好找李大公子讨要报酬，我帮他管教了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这份辛苦钱他总不好意思赖账吧？报酬？连桥惊讶的眼睛都瞪圆了。姑娘竟然跟尚书府的大公子还有交情，他不像孙嬷嬷那样是在东宫里陪着姑娘长大的老人，他是突然接到命令去的东宫，紧接着又被指派跟随这位失踪10年的侯府嫡女回家的，这才回府短短2天。连桥就觉得姑娘带给他的惊喜和惊讶实在是太多了，不光身手了得，还精通制药解毒，现在居然还认识尚书府的大公子，他这到底是跟了一位什么样的神仙姑娘啊？面对这样的主子，他心底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想到以后的日子，他竟然莫名觉得有些热血沸腾。连桥紧紧跟上苏清浅的脚步，只听他那漫不经心的声音飘了过来，谈不上交情，纯粹是交易。多年前查办江南贪污案的时候，李承前暗访时差点被人暗算，恰好被苏清浅出手相救。苏清浅秉持着救命针必须重金酬谢的原则，当时可是收了不少银子。后来闲聊的时候，李承前提起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总在外面惹是生非，苏清浅便自告奋勇说可以替他管教，但是收费不低。李承前当时就承诺必有重谢，如今赶巧了，尚书府二公子当街欺男霸女，被他出手教训，这不正好应了当年的约定吗？阴差阳错之下，这笔买卖算是做成了。连桥虽然没能完全听懂苏清浅那6个字的深意，但看见自家姑娘推开房门，烛火映照的他眼底熠熠生辉，不禁对明天去尚书府的事越发期待起来。既然姑娘早就有了对策，那明天咱们就等着看他们在尚书府丢人现眼了。连桥笑得既得意又期待，他们丢的脸还嫌少吗？孙嬷嬷迎了上来，脸上难掩对侯府那帮人的嫌弃。他看着苏清浅微微湿润的发丝，有些心疼地说道：“姑娘，这更深路重的，你还是少往外跑得好。”转过头，他又对着连桥训道：“你也少撺掇着姑娘四处乱跑，嬷嬷您可真是冤枉死我了。”
连桥连忙摆手否认，他不是，他没有，明明是姑娘带着他到处飞啊。嬷嬷教训的是身为罪魁祸首的苏青，浅浅笑着，一脸乖巧的点头。其实我们也没乱跑，就是吃完饭溜达着消消食，那就赶紧洗漱歇着吧。孙嬷嬷叮嘱道，明天不是还要去尚书府吗？老奴陪着您一块儿去，他倒要亲眼瞧瞧这位侯夫人到底能对亲生女儿苛待到什么地步，更想看看那尚书府是不是也像这侯府一样眼盲心瞎，是非不分。好，都听嬷嬷的。苏青浅浅笑着应了下来，她心里也挺期待明天侯夫人兴师动众带她去尚书府请罪道歉，结果却发现事与愿违，那表情该有多精彩。